初我们也是一见钟情啊，怎么会想到他有家庭暴力？生气了就摔东西。前2天一瓶 SK2 摔成了渣渣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也打不过他呀，我的东西挡着他一路，他一脚就踢开。而且我发现他居然脱发，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该怎么继续下去。离西的离，谁劝都没用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狗蛋儿，现在做自媒体。平时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在家撸撸猫，然后给他们拍拍视频。有时间的时候呢，就会去外面去旅游一下。基本不太会自己做饭我家那个油烟机都没有开过，现在都变成了猫爬架。平时他们掉毛特别厉害，然后1年掉2次，1次掉半年，让我特别苦恼。基本我都不敢穿黑色的衣服。平时呢，他们你追我赶的时候，也很容易打破我的各种东西。比如最近他就打破了我1瓶 SK2， 真的很想炖猫汤。就是他们喜欢挠各种东西，被子呀、沙发呀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。主要是现在我养猫嘛，然后猫的东西特别多，又特别零散，导致整个空间非常拮据，活动的空间也很少。然后我觉得各方面也不够精致吧，也不够温馨。现在工作呀，基本都是在家里进行的，特别想要一个工作的区域。平时我可以在这里工作呀，在这里喝咖啡之类的。还想要一个化妆区，因为我现在化妆的地方非常不方便，镜子非常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 姐。那我们这次改造的屋主呢，是一个女生和她的3只宝贝猫咪。原本的屋子是一个长方的格局，硬件设施并不算差，但恰恰是这样毫无遮挡的长方格局呢，让屋子的功能分区显得暧昧不清。没有工作区，没有梳妆区，而被厚重的遮光帘强行隔断的阳台呢，也成了收纳的死角。白色的家具搭配白色的墙壁，枯燥乏味。而经常使用的电子电器设备线路缠绕打结，让屋子显得凌乱不堪。因为没有合理的收纳空间，屋主的衣服还有猫的用品占据着房间的各个角落，而3只猫呢，则没有自己专属的活动空间。自从艾玛收养了麻吉之后，我也不幸掉入了吸猫的队伍。狗蛋是我在今日头条里关注的养猫大 V。机缘巧合认识之后，我就出现在这帮小可爱们的家做改造啦。改造第一步，我们毫不犹豫地打通了这个鸡肋的阳台，让空间大释放，少了遮光窗帘的压迫感。房间看起来比之前宽敞亮堂不少，真的宽了好多。接下来我用墙体颜色给厨房和客厅休息区的地界做了划分，实现视觉上的软隔断，依旧是省时省力省墙漆的卫生墙操作。给狗蛋家墙面选择了裸粉色，因为这种中性色很好营造高级优雅的家居气质，搭配也不容易出错。如果不想打孔装窗帘，那就试试这款出租最爱的魔术贴自粘款。我养猫的闺蜜家也在用，亲测魔术贴的垂直抓力很足，即使猫抓爬也不怕掉。这样轻薄的纱帘能让阳光洒进屋，也不妨碍隐私的保护。1人3猫也要科学抢地盘。铲屎官妈妈的心愿是拥有足够的生活空间，谁不想在最小的面积里实现最多的功能呢？所以我想到用一张吧台桌在厨房边界实现隔断用餐工作3大功能。为了搭配木色吧台，我自制了软萌的流苏几何吊灯，教程会在接下来发布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小巧的魔方插座是工作台的好 couple， 体积迷你却像大胃王一样有超多孔位，上面还有3个 USB 插孔，最适合给狗蛋和他朋友的电子设备快速充电。
我知道越来越多的小伙伴青睐和狗蛋一样在家工作，请不要吝啬给自己添置一张工作台，因为长期趴坐或者躺着办公对颈椎和视力真的很不友好。改造前的沙发区真的是无比传统的客厅布置了，旧沙发被猫猫抓得伤痕累累，我干脆把它换成这款像沙包一样方便移动、随意造型的懒人沙发。沙发套好拆洗和替换，特别适合在座各位铲屎官们。粗犷的木墩，切割面黄铜边盒，精致的流苏抱枕，搭配起来就是这个可以让人一摊到底的摩洛哥风迷你客厅了。休憩区的问题主要在于狗蛋一直很嫌弃这张老气横秋的床。对付床头这个罪魁祸首，我选择将它雪藏。床皮颜色和墙壁相呼应，可以加强空间的视觉整体性。狗蛋原来把置物架的一层当成了梳妆台，实在是有些憋屈。艾玛就用了6一块桌板和收纳架做结合，让梳妆区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台面。现在还有了多层收纳空间的豪华配备，如果全用来摆口红，起码可以绕地球3圈。撸猫一时爽，但当空气中、衣服上都充斥着猫毛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看到狗蛋家的敞篷式衣柜，我还是小小的震惊了一把，毫不犹豫的就加购了一副卷帘，让猫毛和灰尘隔离在衣柜之外。有些铲屎官总是抱怨自家猫猫精力好像用不完，破坏力如2哈。其实只是因为猫猫的狩猎天性得不到满足，运动量不够，所以为它们准备可以运动玩耍的场所，远远比打骂要奏效得多。这面墙即使安上了电视也是空荡荡，所以我们选用一字搁板、三角形支架或错落组合，做了一面巨型的猫墙，实际占地面积0。电视区设备多线路杂，是很多家里的通病，凌乱又藏灰。这时候必须要给大家种草一款神器了——收纳盒插座。设计很简洁小巧的盒子，里面其实有7个孔位，而且间距比较大，不怕插座互相遮挡，用来连接电视机、机顶盒、路由器绰绰有余。设备线汇集后从线槽撑出，这样有条理，想要缠绕打结都很难。感激盖子让丑丑的插头和误触的安全隐患统统隐身。因为狗蛋还经常在这里给其他设备充电，我就在电视下方添了张小边机，把插座和设备都安排得妥当。猫玩具也能融入家里的风景线，发现了没？安放插座的边机其实是猫们的小窝。狗蛋在猫咪眼皮底下养的盆仙人掌，其实是我们 DIY 的猫抓板。就连吧台桌我们也不放过，借麻绳缠出田园风桌腿，是不是也毫无违和感呢？我给玄关的地板贴上了摩洛哥花砖，这样让人进门就能有眼前一亮的视觉延伸感。软装中有不少实木和编织的应用，它们天生的纹理又能够丰富装饰的细节，而且这些材质最大的特点就是都带着狗蛋喜欢的暖色调。搭配沉稳的裸粉色，有种回归自然的宁静感，就像狗蛋妈妈和迷死人不偿命的3只猫咪，让人忍不住想亲近。
有人说，这世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和床治愈不了的。狗蛋说，凌晨加班时最爱听的歌是李白在一旁咕噜咕噜的声音。我觉得不论是不是一人居住，是不是租来的房子，只要有陪伴的因子，家就是这20平方米的代名词，就像美好的容器，收集着暖心的一点一滴，盛放着猫猫一辈子的陪伴，也有足够的空间撑起在这座城市里奋斗的小理想。而你又想往你的容器中注入怎样的故事呢？